视频中的这些人正在大喊大叫，摇头摆脑，五官抽搐，手脚不正常抽动，甚至暴力伤害他人和自己。请相信，他们并不是行为艺术，也不是故意捣乱，他们只是得了一种名为图雷特综合症的病，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。他们的病发作时，身心都备受煎熬。对于他们给周围带来的负面影响，他们也心怀愧疚，比任何人都希望自己能正常起来。澳大利亚女孩比安卡·塞斯就曾深受这个病症的困扰，她的症状表现十分激烈，常常不受控制嘶喊、捶打自己，全身抽搐，无法正常行走。比安卡的病严重地影响了她的正常生活。为了摆脱这种痛苦，比安卡的父母带着她四处研医问药，终于得到一个解决方案：通过开颅手术在大脑中放置电极，替代缺失的神经元。顺利的话，症状会得到极大的好转。然而风险也是巨大的。比安卡鼓起勇气接受了这个手术，在父母提心吊胆的等待下，比安卡的手术成功了，她重获了新生，她终于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，自由地舞蹈。图雷特综合症又称为抽动症，一个会频繁发生不自觉肌肉抽动和声带抽动的神经系统疾病。患了这种疾病的病人，经常突然做出一些无状的行为，常表现为捶打、踢腿、吼鸣、喊叫和喷鼻，严重点会上升到痉挛性呼吸、咒骂和攻击破坏。图雷特综合症在儿童期和少年期出现，原本的抽动比较轻微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逐渐发展成复杂的抽动。部分患者的症状并不严重，会在步入青春期或成年后逐渐减轻并得到控制。男性患图雷特综合症的患病率远高于女性，是3到4倍。家族遗传史也会增加患病的风险。图雷特综合症的确切病因尚不清楚，这是一种可能由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复杂疾病。目前没有已知的安全可行的治愈方法，只能通过药物抑制并发，缓解病人的压力。许多患了图雷特综合症的病人不仅要忍受身体上的不适和不便，还要忍受周围人的白眼和不理解。因为举止怪异，图雷特综合症的病人容易受到误解、排斥、孤立，甚至歧视和霸凌。患病者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，反过来加重图雷特综合症的病情。我们的世界中存在许多作为少数派的弱势群体，他们天然不被理解，也不被主流群体关心，但他们依然是我们的同类，依然有着人类的情感。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给予他们一些关心、包容和友善，为他们拥抱生活，战胜困难，创造宽容的环境。毕竟我们无法保证自己不沦落至绝境中，希望那时候迎接我们的不是冷漠，而是人心的温暖。